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77.42，收盘价是389.2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89.49，最低价是在370.8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145.58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平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双线是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回踩了371，也就是回补了由于跳空高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。然后呢，股价一直是在开盘价和371之间震荡。最后呢，在尾盘股价是被拉升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，那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。那出现这样的走势说明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也就是会有新的一波上涨的行情。那我们会看到在前一根 K 线12月5日这根 K 线是突破了之前的一个横盘的区域，那突破这个区域之后股价是再次出现新高，然后还有长长的下影线，那么各条均线呢排列整齐，也就是说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上涨的行情。那目标现在就是要测试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，也就是在414这个位置。当然400关口目前是第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有没有回档的可能。对于12月9日回档的，如果出现回档，条件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不出现新高，也就是说低开低走，然后呢不出现高于389这个位置的新高，那么股价才会有回档的可能。否则目前股价一定会继续目前的一个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373，另外一个是382。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65，另外一个点位是在348，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12月6日收盘价是在389.22，股价是出现了继续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方向一致，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继续出现了上行。那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2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。
目前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已经突破了我们原先设置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384这个位置。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400关口，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颗水平线调整到400关口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目标，400关口这个位置啊，就是2022年1月4日这根 K 线最高，也就是402附近。那目前股价上行呢，现在股价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整数关口，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414。对，那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啊，我们会看到很有可能股价会沿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趋势而去测试414。那么要想到达这两个目标呢，也就是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啊，股价一定是就是说新出现的 K 线一定是有新高的出现。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站上414。但是如果出现的 K 线呢，不再出现新高，而出现一个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出现一个回档，然后呢再去选择方向是继续上行还是说回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两个目标，400关口和414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327这个位置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我们认为在12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48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327。当然，在到达它之前啊，目前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啊将会成为支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309。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39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看12月9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65，我们会看到在12月6日盘中啊，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12月9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84附近。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能够继续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高位。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股价一定会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。这是我们关注384的理由。好，这是日 K 线图，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对于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然后呢，收盘价站上前高，也就是前面会出现回档，然后收盘价站上他们的最高。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周啊是一个大幅的量增，并且 KD 值和 MACD 现在指标都是向上。那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股价如果高开高走，那么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
好，或者我们认为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当然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不出现新高，那么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入到将会开启一个回档的走势。所以啊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其实更重要的位置是389.49，也就是390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，那么股价才能够上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，好，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，预测。那我们预测在12月2日当周股价如果收在高位，应该是收在373。如果是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将会在335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345，我们会看到在周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。好，那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如果股价上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420附近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，也就是继续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强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中啊，股价很有可能会不断出现新高，而不断出现新高的目标就是要站上414，也就是出现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新高。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有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走势，这个目标应该是能够被实现的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出现回档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36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好，对，那出现回档，我们刚刚已经多次说过了。日后出现回档就是不再出现新高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。然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370这个位置。对，好。那其实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，一个是在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71附近，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前高390。其实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，那我们把它，我们只标一个位置，还是放在这个点上。好。那么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前高上方运行，股价我们认为一定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但是如果在前高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啊，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而出现回档还有一个观察位，就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371附近。那股价如果说跌破了371呢，那么将会回踩5均值，那股价呢将会有一个深度的回档，会收盘在360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给出这2个观察位的理由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40%的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8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到了12月6日。收盘价是在389.49，我们继续给出5%的加仓建议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这仓位将会到达45%，成本价将会到达32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呢，我们给出的
停利的位置，我们目前是守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在348这个位置，在12月9日开盘之后。当然，这个停利的位置呢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更高，也就是其实目前股价是随时目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我们之所以给出守20日均线值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有很高的获利了，那么给出20日均线值，这是停利的一个底线，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啊，将会有深度的回档。所以这是停利的底线，在它之上，我们也可以把停利的位置设在5日均线值，也可以设在10日均线值。在20日均线值是停利的底线。好，那对于这个仓位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置是在327，也就是我们守1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股价如果回档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400关口，其实是从390一直到414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327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上方现在只有2个压力位，一个是400关口，另外一个是414。我们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的支撑啊，实际上目前就是3个均线值。首先是5日均线值，是从369到376之间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355到360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348到345之间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其实我们会看到下方的3个支撑啊，都是每根 K 线的最低，在它们的附近。好，那么当然跌破20日均线值，接下来的支撑呢就是335和下方的3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先来说上行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87。上方最高会到达398，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愿意给出第2个点位，如果当然也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如果股价出现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最低在395，上方最高如果能够到达411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410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缺口，然后继续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。好，那出现这个强势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8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出现强势的上涨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395，最低会回踩到381。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。好，这是第1个点位。另外一个点位，也就是如果股价回档到达了370，那么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
那么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5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如果我们回档给出2个点位，一个是在385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是在375这个位置。如果股价是回档收盘在385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应该会出现新高，在到达395这个位置而出现反转向下，然后收盘在385附近。但是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，没有新高的出现，那么股价将会收盘在375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